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还在贵州。在贵州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发现贵州有很多明代保留下来的那种军事屯堡，像天伦屯堡、云山屯，那个基本上是军事防御以及生活一体的。不过主要是集中在安顺跟贵阳那一带。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啊，也是一个军事屯堡，只不过它称呼不一样，叫做营盘。它的历史比那个明朝还早。这个营盘遗址，它由古桥、城墙、古道、碉楼、古墓葬组成。关键是这个里面呢，还有一个户人家生活了10多代，就一直没有搬走。海拔大概是800米左右，上面有7座小山。它整个里面的占地面积大概是18万平方米，充分利用了山崖、洞水等自然条件，周密考虑了攻防退守而建。军事屯堡肯定是有这个作用的。上面呢有7座山相互连接，7个营相互贯通，营门炮台遍布四周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。今天来的话，主要是看那个城墙，还有暗道。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有一户人家，大概居住了10代。你想一想，有几百年了，一直不舍得搬。我们一般都说崖居，还有那种洞穴里面的人不愿意搬，在这种地方不愿意搬的比较少。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，了解一下情况。在贵州这些地方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感觉石头都是必不可少的，而且这些石头都是成片成片的石山存在。南宋的建筑其实比较少。你像明清的，可能经常会见得到。贵州这种军事屯堡是明朝的，在西北明长城也能够看得到。而南宋的这种城墙就少之又少了。严格的算起来，这里在南宋时期是一个军事城堡，而到了清朝，应该算是一个地主山寨，就是有一个人他比较厉害，然后带领全家族在这里建山寨、建城墙、建房屋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可以看到这些就是由石头组成的那些城墙，应该算是外城墙。一般像古代城市、军事屯堡、山寨，它都有好几道城墙的。这些石头非常巨大，但是有一点呢，没有我们在安顺那一带看到的明代的那种军事屯堡规整。它这里的石头呢，没有那么打磨，这很有可能像这些石头是当时一个家族私人弄的，而安顺那一边的屯堡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官方机构弄的。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城墙、这些遗址，是建于清朝咸丰时期，大概是170年左右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城墙。它其实是有3重的，就等于是3层。这里是1层，中间还有外面。那这个应该算是真正的城墙。这里面这个是人行驶的，它要比主城墙低一点，就相当于是人站在这个上面观察外面的情况。你城墙修好了，没有人守卫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在旁边也是如此。从这里一直可以走上去，来到这个里面，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是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很多人肯定也知道应该是一个山寨，因为有城墙，然后有这么多巨大的石头，有道路，应该就能看得出来。只不过呢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是地主修建的呢，还是官方修建的？你像以前这里其实都有人生活过的痕迹的，只不过呢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里现在还有几户人家？就你们一家？你一直从小都是住在这里吗？我们有20岁就嫁回这。你们有多少代在这里啊？住了多少代呀？10多代人呢。那有你们这个家在这里住了200年，住了200年，那很久了。300多年了给。那就差不多有15代人了。哇，那你们家厉害啊，还出了有功名的人。
给老祖宗公干的儿是给老祖宗公考的进士嘛。考的进士，什么时候啊？清朝时候。那他这个上面这些城墙也是你们家修的吗？这个呀，亲戚云么啊？这个嘞。啊，就是钱庆云修的。哎，对头。这些城墙都是他修的，是吧？是啊，他领导去修的。哦，那也厉害啊。厉害。我们说她是阿姨或者奶奶都可以。她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嫁在这里差不多50年，就一直在这里生活。他们整个家族在这里生活了差不多300多年，也就是4、5代人。现在就剩他们一家在这里居住。那平时就是他和他老伴，因为他的小孩都出去上班了，因为他说在这里住习惯了，不愿意搬，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经常看的洞穴人家一样，他这里呢可以称之为山寨人家、山顶人家，因为这里属于一个山寨，也是一个山顶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核心的地方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建筑是一个四方形的，大家猜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碉楼。我们在说明清时期那种地主大院，它那个很多建筑旁边呢有一个碉楼，可以俯瞰它那个大院。这里同样是如此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清朝后面经过修缮。我查资料说，这个地方以前最早是军事城堡，后面到了清朝，有一个人当官考进进士，后面就来这里建造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个碉楼，起到防御型的，我们可以去里面看看。那么这里有很多那种孔啊，其实就是从那个里面呢往外面射击孔、瞭望孔，它四周都有的。现在看起来大概就5、6米高，其实以前可能还不止。这个门很大吧？古代的技术非常先进的，上面压了这么多石头还不倒。这里也有好几层，你看这下面都是瞭望口、射击孔，这上面真的是巨大无比啊！这种瞭望孔、射击孔遍布四周，这石头真的是超级大呀！我们出去前方有一个洞穴，往里面走一走。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暗道，往那边走呢也有一个寨子。听说是有紧急情况下，那边的人就通过这个暗道来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层楼里面去，包括财宝也是通过这条暗道运送的。因为这个里面呢确实是四通八达的，就是里面有很多溶洞。不过这里应该现在是关闭了，不让人进去。整个这个寨子啊，它地下应该算是四通八达。在这里还能看到旗杆石，这就证明他们家里有人考取功名，就刚才那位阿姨说的，考取了进士，这个相当于是见证。前方看到那个城墙是不是很壮观很高？那这个地方其实才是算这个山寨正门。我们一开始进来的那个地方属于后门，它这里的门特别多啊，好像有40几个门，因为分为内城外城嘛。在这里你就能够看到它的壮观之处，它的震撼之处，而且它是一直绕着这个山铺了一层墙的。给大家看一个那种导览图，就能够明白它这里到底有多大。上面这个白色的就是它的城墙，所以它里面的核心都被这个城墙包围住了。在这个上面还能看到翁城，还有地主大院等等。我们现在其实是行走在外城墙跟内城墙的中间，这后面就是城墙，前面一点也是。当时建了这个城堡，应该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因为全是用石头组成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一块连接着，然后这里又是一块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他们以前钱家的居住的地方，那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地主大院。那刚好这里又是城墙，
包括刚才那个碉楼，就把这个大院围起来了。那这个里面的房屋，听说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。它这个就是传统的古民居，地基也是石头。因为他这个人中完进士，然后在外地当官，所以他建筑风格呢，就是跟我们平时看的大众化的楼房差不多。刚刚看到的是主房，旁边的就是厢房。这个主人家还养了好多鸡，在农村嘛，都会搞一点养殖业。在这里看到一个炮台，刚好是在城墙之上，远处呢又是很空旷，那炮台呢放在这里的作用很大。你看这里还有以前的痕迹，因为这里刚好是一个高处嘛，前面一览无余，如果有土匪来了，直接把炮在这里往远处轰就行了。我们刚才其他地方看到是3层，而它这里呢变成4层了。真的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建造的，怎么有这么大的财力来修建这样的城堡。以前这里应该是内城的一个通道，现在也被挡住了，好像上面还有个碉楼。在这里看到一个生鸡坟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我们在利川看到很多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比方说眼前这个坟呢，是主人在生前就已经把这个墓弄好了，就等着自己去世安葬进来，这种呢就叫生鸡坟。在湖北利川那边还有人坟同屋的，就是说这个坟是在这里，然后在这个坟上面呢建一座房屋，他的后代就住在这个房屋里面。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城墙到底有多厚了，厚的地方可能都有2米啊。因为它这边的城墙是1层套1层，所以才导致它这个门特别多。我们刚开始也说了40多个，那从这里往上走，马上又能看到城墙，所以这里呢有点像迷宫。一般外面的人走进来的话，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是哪里。这个山寨基本上是看完了，里面呢可以算是变化无穷，犹如迷宫，像一个八卦阵，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创造力和智慧。现在这一家人住在这里，其实可以算得上是隐居生活，因为特别安静，来打扰的人又少，可能很多人都会羡慕这种生活。